大家好啊，欢迎回来杰米车库。今天给大家开箱一款这个优迪最新的 E201 Pro，这是个 V2 的版本啊，就是 V2 的版本啊。它是一个1:12比例的一个大脚车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外观啊。它这个车拿到手里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壮实，所有用料方面都非常的结实的感觉啊。我们先看车头，车头这里有一个防撞，然后还有一排 LED 灯，车壳上面是带了一个防蹭的条，包括这个车顶也是带一个防撞的一个设计啊，一个骨架的设计。里面是有4个 LED 的灯，然后这个金属避震看上去是特别的结实啊，一个油压的避震，这个阻尼调的我感觉很好啊，还是不错的。然后里面是一个金属的镉骨，金属的 CVD，然后特别好的是这个 C 座是一个金属的 C 座，这样就是在碰撞的时候不容易坏啊。里面是个金属的结合器啊。然后我们看这个侧面，它这个轮子感觉是很大，而且它是用了一个锁胎的一个设定，比这个粘胎来讲会更好一些啊，不用担心它开胶的这个事情发生。然后这个手感是很抓的感觉啊，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后面同样有这一条防擦的设计，然后有抬头轮可以拆卸的那一种。如果你是想飞坡啊，这个费点特技的话，建议就不用装它。你跑速度的时候装上它，这样抬头应该是没问题啊。现在我手上这款呢是一个红黑配色的一个皮卡的一个车壳啊，看上去非常的壮实。它还有另外的3款车壳，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。我们放别的车壳看一下，看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。在节目最后我会说一下我觉得哪个车壳最好看啊。它这个车壳的开启方式呢，就是4个阿扣，这种是带弯起来一点，特别好拿，所以说这个用心还是不错的啊。它做成这个样子，还有一个功能，我感觉它就是在你翻车的时候，有可能还可以起到一定保护作用，保护你的车壳座啊、车壳柱啊不会被弄坏。先我们换一个其他的看看。那这是另外一个车壳，看上去更运动，它的整个的这个车壳更矮一些啊，然后没有包到最下面，所以说感觉这个车看上去非常的怎么说，有竞速的感觉啊，这个只属于一个竞速车壳的感觉，而且后面这个尾翼也是相当的漂亮，这个蓝色的皮卡，粉色的啊，粉色的一个竞速车壳，这是说一个男女通吃的车壳啊，非常非常的帅。这个颜色在外面跑的话，肯定是非常的吸引眼球啊。然后它这个轮胎这是一个全地形的一个轮胎啊，如果你想去这个沙滩、沙土路，这个沙漠啊，或者是水上漂的话，它还有一个这个专门用来挖沙台啊，这个也是这个选配件来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避震的这个行程啊，它是在避震压到最底的时候，它底盘是触碰不到地面的啊。那这样这个设定呢，就是大家飞坡的时候呢，其实如果就是一般的坡啊，这个是几乎没有任何几率这个底盘会磕到地上啊，所以这也是蛮好的。OK，我们现在打开车壳，看到这是一套无刷的动力系统啊，它用的是超越望60安的一个无刷电条，配的是3660 3000kV 的一个无刷电机，上面带个散热片，然后插口是XT60，这样的话这个能保证你飞坡的时候更不容易断电啊。T 叉大家知道是比较容易剧烈行驶的时候是容易断开的啊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前后保险杠这里都有一个缓冲的一个装置啊，然后各配备了一个小灯组、小灯控在这里啊。然后这边看就是有一个6公斤的一个标准舵机，这样的话，如果大家以后想升级个更好一点的，也是很方便的，4颗螺丝一拆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接收机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带陀螺仪的一个接收机也是位置非常的方便，大家以后想换更好的一个接收机也是蛮方便的。然后我看到这所有的这些拉杆呢，都是有可以进行调节的啊。这个两边的拉杆，它这个车跟V1版本区别在哪儿？我看好像是就是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绑的电池的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2条扎带，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固定你的电池。它这个转向的这个固定位置它有加强，然后还有一个电条的开关，它放在了更外面的位置，这样你不用开车壳就可以开关它的电条。这个整个车的虚位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少啊，基本没有什么虚位。它在前后避震支架下面呢，这个地方还有金属加强，就是来安装摆臂的地方，它前后都有做金属的加强，这点是挺不错的。
当然了，这个车最亮点的地方呢，我认为啊，就是它这个底盘下面，它有一整条的一个金属的一个加固的件儿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这个不管是你飞坡啊、撞击也好，这个能保证你的车底盘不会变形啊、断裂。然后这台车的所有的传动的齿轮都是用到了一个金属的齿轮啊，它的这个前后的差速啊，它是用到了一个钨钢的材质，是非常硬的、非常耐造的一种材质了。然后它的小闪齿配备的也是非常耐造的齿轮。我们打开差速器看到呢，它这里的行星齿啊和这里的齿轮呢，都是用的是一个钢齿啊，所以说它会比较的耐造，而且齿轮油给的也是足够的多啊，不用担心这个因为齿轮油不够而形成的一种加速磨损的一个状况啊。然后它这个并不是一个全密封式的一个差速器，所以说大家还是只能用普通的齿轮油，不能用那种不同主级数的来调节它的一个表现嘛。OK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狗骨接杯啊，从差速器出来，它是有一个分体式的设计啊，它是用怎么说？它用螺丝锁死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日后你的狗骨磨损太严重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直接更换接杯啊，它这个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它这个电机的大齿呢，用的是这种PA 加强尼龙件啊，并不是一个金属的。那我感觉这样的话可能会降低它的重量的同时呢，也会降低很多的噪音啊，这种金属齿的咔咔的声音，其实听起来也是挺难受的。这个东西应该也是够坚固啊，然后即使是发生问题的话，这个更换起来也是相当的经济啊。然后它这个电池仓的大小呢，我刚才量了一下，大概是长度是115，宽度大概是在37左右啊。你这个一般的电池呢，3S 都能放得进去啊。它的包装里呢，还有一小包的小配件啊，就是工具啊，还有这些阿扣，然后还带了一本说明书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面都是英文的啊，它这个估计是主要针对于海外这个市场吧，它都是一个英文的说明书。然后带的就是这个UD 家的这个4通的一个遥控器。OK，我们现在就安个电池，看看它这个动起来，这个转起来怎么样啊？然后我们接上车壳。大家注意，这里有一个灯线啊，大家拿车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给它扯坏了。OK，我们现在打开遥控器的电源，然后打开这个车的开关，现在是对频成功啊。它这个遥控器跟以前都一样啊，这边就是两个转向调节，然后这边是那个 ESP 那个车身稳定系统调节，然后两个拨键是那个油门和转向的正反转。OK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它这个4通道是没有任何作用的，这个3通道不应该是控制车灯吗？而且它也没有啊。你看这个车灯，后面有车灯啊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灯泡有一个不亮啊，这个不是问题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轮胎的动平衡。OK， 这个轮胎的动平衡还是很好的啊。然后我们看看它这个，看一下这个 ESP， 就是这个陀螺仪，它是在静止状态是没有陀螺仪效果，你要加速然后转的时候它就有效果。然后这个 UP 主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蓝色的皮卡，看着特别有肌肉感。不知道大家喜欢是哪个车壳啊？到时候可以留言，大家分享一下。OK，这期优迪1201 Pro 的这个开箱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会拍一些户外的动态的视频，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留言啊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